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11月15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1月14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327.69，收盘价是311.18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329.98，最低价是在310.37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18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收在了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下方，也在5日均线值的下方。当日的成交量是1.21亿股，较前一个交易日略有量缩。KD 值快线的方向转折向下，并且是下穿了慢线。慢线的方向也转折向下，那双线呢是出现了下行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开启下行的走势。MACD 快线的方向转折向下，双线是趋于合拢，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绿柱，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的多头趋势开始减弱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11月14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实体长红 K 线，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，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下跌的行进中。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低开盘，开盘之后股价即一路震荡下行，最后收盘价是收在了当日 K 线的底部，生成了一根实体长红 K 线。那收盘价呢不仅是跌破了前低，也在5日均线值的下方。那当日的成交量我们会看到，虽然是较前一个交易日是量缩，但是相对于之前的交易日仍然是抱有大的成交量。那在盘中出现这样的走势，然后同时又抱有大的成交量，说明当日在开盘之后马上也就是说，继前一个交易日之后继续有抛售的现象。那么由于没有多头力量的进入呢，最后股价是在下跌到一个技术上的支撑位，也就是310这个位置遇到了支撑，最后收盘价是收在了当日 K 线的底部。那么这个技术上的支撑呢，就是指的11月8日这根实体长绿 K 线实体部分的中线。对，好。那么股价出现这样的下行，将预示着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如果股价低开低走，我们认为股价会有进一步的下行。那进一步的下行，我们认为股价是很有可能去测试300关口，或者说是297这个位置，也就是这根绿 K 的最低297.5。那么股价能否反弹呢？我们认为在这个地方很有可能会生成一根止跌的信号 K 线，也就是300关口到297.5这个位置很有可能是能够支撑住股价。在这个地方会出现一根止跌的信号 K 线，然后呢，我们认为股价才有可能会出现反弹。对，否则呢，我们认为股价会继续下行，直接去测试20日均线值。20日均线值在11月15日将会到达275这个位置。对，在这个位置。好，那么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，股价有没有直接出现反弹的可能？那么如果是这样，它的条件是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必须是高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不能低于前低，也就是310这个位置，那么股价才有可能在次日出现直接反弹，然后去测试上方的5日均线值。那如果是直接反弹，目前股价上方的压力就是这根红 K 的最高是在330附近，也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也是在它的附近。好。那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个交易日我们对11月14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给的是2个并列的可能，一个是
股价会出现反弹，收盘价会在340附近。另外一个可能，我们给出的是股价会继续下行，收盘价会在320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而实际在11月14日收盘价是在311.18，股价出现了大幅的下行。那出现这样大幅的下行和我们预测的下行啊，虽然在收盘价的点位上相差较大，但是当日的走势是基本相同的，也就是上方是在330这个位置是遇到了压力，也就是5日均线值，然后呢出现了反转向下。那还有相同的就是说，收盘价的位置是收盘价位置的性质是相同的，也就是都是在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下方，当然也是在5日均线值的下方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之前的预测的回顾。那目前股价出现了这样的下行，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下行。对于11月15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仍然是239，是在这个位置。那么在到达这个位置之前目前297.5到300关口这个位置将是一个重要的标志，也是强支撑。这个位置如果被跌破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会有继续下行的走势，会测试20日均线值。20日均线值一旦被跌破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才有可能会到达239。239如果被跌破，第二个目标就是212，然后第三个目标是203。我们补充说明一下，239这个位置如果被跌破的话，将会瓦解目前的这样一个多头趋势，当然也会收复这一波涨幅。好，这是股价的下行。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。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，仍然是前高359这个位置。那么在到达359之前目前我们刚刚说了，5日均线值和11月14日这根 K 线的最高在330附近，将是一个强压力，也是重要的标志。也就是说，股价只有日后重新站上这个位置，才有可能会继续反弹，才有可能继续上行。否则呢，我们认为股价反弹不能站上330，将会继续出现反转向下的走势。一旦出现这样的走势呢，那么这个空头趋势将会被确认。好，那么如果我们再说反弹站上了330，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压力位是在345这个位置，也就是这根红 K 的最高。只有这个位置再被站上，股价才有可能会到达359。站上359的目的就是要再次确认这个多头趋势。那么股价继续向上的目标是364和385这两个位置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，在11月15日开盘之后，盘中我们要观察的位置，要关注的位置。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是在330，是前面这根 K 线红 K 的最低，红 K 的实体的下沿。那么在11月14日，我们会看到股价碰巧是低开盘之后，被拉升，是在这个位置出现了反转向下，在盘中股价一直是在它的下方运行，因此是收在了低位。那么到了11月15日，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呢是311。我们取的是一个整数，也就是前一日 K 线的最低。前一日 K 线最低是310.37，所以我们取它的上限是311。那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股价如果在它的下方运行，我们说股价会继续出现
大幅的下跌，或者出现一根止跌的信号 K 线。那么如果是股价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是在311上方运行，我们认为才有可能会出现反弹的走势。好，这是我们关注311的目的。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目前我们有一个15%的多头仓位，我们的成本价是在297.5、297.7这个位置。好，那么之前我们给出的停利的位置是守5日均线值是330，那在11月14日股价收盘价是在311.18，已经跌破了330，所以这个仓位现在是应该停利出场。停利我们指的是停止利润的损失。那么下方我们还有一个止损位，在当日我们是守271。好，那么到了11月14日收盘价在311.18这个位置是不可以加仓的。那么到了11月15日，我们要给出的止损位仍然是守20日均线值。20日均线值在11月15日会到达275这个位置。好，这是对于这个多头仓位的描述。我们再来看空头。空头现在要守的位置就是330，因为这是一个重要标志位。这个位置如果不能突破那么股价一旦反弹再下跌，空头趋势将会被确认。对，所以这是空头一定要守的位置。好，那么空头的目标现在是20日均线值275，还有下方的239。好，这是空头。我们再补充说明，实际上现在的股价的位置空头是不需要守330这个位置的。对，因为出现这样大幅的下跌，现在只要股价在次日是一个低开盘，只要没有多头力量进入，那么股价一定会是一个自然下跌的一个过程。因为股价在出现这样一个强势的上涨回档之后一定是有抛压出现的，而一旦出现抛售的压力，如果没有多头力量的进入，那么这样的一个下跌的走势呢是不会被停止的。对，所以目前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还是要等待止跌的信号 K 线，也就是要有多头力量的进入，而不是靠技术的这些支撑位去支撑它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11月15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在320，我们取这根红 K 的实体部分的中线。第二个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包括前高是从324到330。然后第三个压力位是346，第四个压力位是359，在这个位置。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，首先到来的支撑310，我们仍然把它当做一个支撑，因为一旦是一个高开盘的话，这个位置仍然是可以成为一个强支撑的。然后第二个支撑是297到302，那么这个区域呢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，它也包括我们提到的300关口和这根绿 K 的最低。第三个支撑是285，我们再给出一个位置，285呢是11月7日这根 K 线的最低。然后第四个支撑是20日均线值，是在275附近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11月15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第一个可能，股价会继续下行。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低开盘
或者是一个跳空的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311，最低下方会到达299，在这个位置，收盘价会收在305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但是如果最低价到达了288，那么我们认为收盘价会收在293附近，是在这个位置。好，那出现这样的下行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311的，当然它必须是低开盘或者是跳空的低开盘，满足了这两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下行。那么我们给出的下行两个点位啊，如果收盘价是收在这个更低的点位293，那么我们认为在这个地方很有可能会留下一个缺口，对，也就是在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会到达311的，对。好，那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可能。另外一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一个小幅的反弹，或者我们把它称作叫横盘向上。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311，上方最高会到达319，然后收盘价会收在316附近，在这个位置出现这样横盘向上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311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横盘向上。好，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11月15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